你可能已经听过无数人说，新加坡之所以能吸引全球企业和资本，是因为它的地缘政治避风港效应。特别是在当今世界风云变幻、大国博弈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候，新加坡看上去像是一个绝佳的中立选择。然而，今天我们要揭开表面，深入探索这种说法真的能解释一切吗？企业扎堆涌入的背后，还有一整更关键的逻辑，它关乎新加坡数十年如一日打造的硬实力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分3个层面为你彻底揭秘产业政策与生活。如果你以为地缘因素是企业迁徙的全部故事，那这期视频可能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。第一章，产业层面，企业为何选择新加坡作为首站？当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，资本最渴望的东西是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稳定与确定性。而新加坡提供的恰恰是这样一个稳定且高效的营商生态。这里的吸引力不是一种偶然现象，而是强大的战略规划和长期投入带来的结果。稳定与确定性。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致力于打造一个对企业极度友好的环境，例如通过企业发展补助金和企业创新计划，它为所有入驻的企业提供了清晰且有力的支持机制，有些补贴甚至精确到现金层面。从数据上看，符合条件的新加坡企业可以将10万新元的研发支出转换为20%的直接现金支持。这种支持意味着什么？对于那些资金流紧张的初创企业来说，这堪比雪中送炭。更宽广层面，新加坡政府还承诺在未来数年中投入300亿新元用于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。这种大规模且长期的政策投入，为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安心，让他们敢于规划未来，敢于长期投资。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双向策略。当然，吸引力的背后不仅是这些财务政策，还有人才生态。硬件环境易于复制，但顶尖人才的聚集是一个真正的挑战。新加坡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双管齐下，一手抓引进外来，一手抓培养本地。比如推出极具吸引力的海外网络与专才准证这样的签证政策，同时强调公平就业框架，确保本地人才同样受益。这一双重策略帮助新加坡在国际人才大战中越战越勇，特别是吸引那些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。正因为如此，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将其关键业务迁往新加坡，以寻找专业的超级人才。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驱动，而创新生态则是新加坡的另一张王牌。在这里，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异常紧密，像国立大学这样的顶级学府，不仅参与市场解决方案的设计，还积极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新型人才。来自中国的初创公司 Manus AI 甚至选择将总部迁至新加坡，为的就是这种产学研一体化的支持。对于企业来说，这种从实验室直接走向市场的高效流程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竞争优势。第二章，政策层面，人工智能时代，新加坡如何抢占未来？如果说新加坡的硬实力是吸引力的基本盘，那么人工智能就是它未来增长的关键起点。早在几年之前，新加坡就将 AI 列入了国家战略的核心，而在今年，第2版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正式启动。新加坡的目标既宏大又直接，在未来3到5年内，将本地 AI 从业者数量提升到15000人，同时推动 AI 渗透到金融、医疗、教育、物流这些关键行业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政府不仅在政策层面全面支持，还鼓励企业建立人工智能卓越中心。例如，副总理曾在 Grab 公司的 AI 卓越中心启动仪式上明确表示，希望通过企业与政府的合作，加速 AI 应用的开发和商业化。AI 不仅适用于创新领域，在制造业，它同样正在带来根本性的效率革命。预测性维护是其中一项典型应用，它让企业能够提前干预设备问题，大大节省维修成本与停机时间。新加坡政府甚至通过一些特定的激励措施，比如先锋企业证书，鼓励公司在本地开展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生产活动。这不只是一次技术的升级，更是产业效率的全面提升。不仅如此， AI 领域的初创企业在新加坡有蓬勃发展。这个仅有560万人口的国家，已经拥有了超过32家独角兽公司。从 Advanced AI 的金融风控技术到 UCare AI 的健康产业创新，新加坡的 AI 企业正在多个垂直领域崭露头角。这里不仅是基本的热度，更是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。政策吸引人才，人才推动产业再吸引资本。对全球的 AI 创业者来说，新加坡几乎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必选项。第3章，生活层面，新加坡吸引力的生活面纱。新加坡的吸引力不仅在于产业和政策，生活质量同样是它成为企业与人才实力场的重要原因。对于任何来到这里的人，无论是企业家、打工人还是留学生，新加坡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目的地，更是一座能够创造幸福感的城市。它的国际化程度极高，安全高效干净，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让许多外国人能够迅速适应。便利性则是另一个突出特点，发达的公共交通以及世界级的樟宜机场，让居民的日常出行变得无比轻松。它的文化包容性也值得一提，当地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与美食，哪怕是初来乍到，也能迅速融入。然而，
任何地方都有两面性。新加坡的生活成本是全球最高之一，特别是住房费用，对于不少人来说是一个挑战。此外，终年湿热的气候和都市快节奏的压力，也需要时间去适应。对于留学生情况则更显得诱人。新加坡不仅拥有顶尖的学术平台，还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习和就业机会。政府的毕业生行业实习计划等项目，帮助国际学生迅速集中到本地的就业生态。而对于创业者来说，新加坡的支持几乎是无与伦比的。从专业入境签证到大学孵化器，甚至直接的基金补助，新加坡为初创公司提供了从新手村到加速器的完整成长路径。最终，新加坡的故事证明了一件事：地缘政治的背后必然有更深层次的经济驱动力。这座城市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它的中立基态，更依赖它数十年如一日的内功修炼。这种硬实力由政治的确定性、创新的深度、人才的生态以及生活的品质共同构成。在一个动荡的全球环境中，这种能力显得尤为稀缺。与其说企业在逃避风险，不如说他们在追逐利好。对于每一个决策者来说，问题不只是是否考虑新加坡，而是当机会来临时，你能否抓住这个市场的独特价值。如果你在思考未来的合作的或落脚点，或许新加坡就是你需要的答案。那么你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